当清晨的第一道光洒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在金色与湛蓝之间缓缓苏醒，清真寺的宣礼声回荡在空气中。伊斯坦堡横跨欧亚两洲的历史，在每一块石砖与穹顶之下，低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对这个神秘色彩的国度，横跨东西文化充满想象的我，终于踏上这片介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土地。让我们在宣礼声与海风之间，慢慢读懂这座横跨两洲的城市，一起把时间放慢，在光影与历史之间，遇见那些尚未说完的故事。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12月22号，在2025年初，我去了新疆，然后年中的时候去了冲绳，然后年末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可以去哪里旅行。然后我想到了14年前有一支很红的影片，是瞭望塔的影片，那支是在土耳其，然后我看了非常喜欢。后来我想想，我好像还没去过土耳其，所以这一次我就想说，好，我就决定是土耳其了。所以后来我就订了机票，然后就准备去土耳其。对，然后这次预计行程会是12月22到1月2号。总共大概是12天的时间。今天是从桃园机场起飞，然后直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堡，然后预计会到卡帕、格雷梅，然后卡什小镇，然后费特西耶，然后切什梅，然后再回到土耳其伊斯坦堡这样，然后飞回台湾。然后这次呢，我还订了卡帕的热气球跟费特西耶的双人滑翔伞这样，对。一直很想去看看，我觉得还蛮酷的，也算是一个我自己人生中的梦想清单吧。这次也特别挑了一些，就是我自己很想去，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的一些小镇，这样。然后就想说，期待看到很不一样的风景。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土耳其见。这次搭乘的是土耳其航空 TK125 航班，早上10点半起飞。飞机餐是甜菜沙拉、肉酱笔管面，最后再来一块起司蛋糕收尾。我一直靠着窗，看着外面的云层慢慢变形，光一点一点移动，时间好像被拉长了。傍晚时分送上第二餐，是炒蛋配炒蘑菇和面包。天空在傍晚的边界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沉进紫蓝色里。白天慢慢褪去，夜色接手，城市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我们也在那之中抵达了伊斯坦堡。第二天凌晨5点，天还很淡，城市也还没醒。我先去了蓝色清真寺，坐在石阶上，没有特别做什么，只是看着猫。它们在这里好像比人更习惯这座城市，走来走去很自在。那一刻很安静，安静到连时间都变得很轻。终于抵达土耳其了。昨天因为搭飞机真的搭超级久，大概13个小时左右，就从早上然后飞到这边的时候，因为还有时差5个小时的关系，到这边是几乎要日落的时候，对，所以几乎都是一直亮着的状态这样，对。然后真一到之后就签证，然后赶快去领行李，然后开头E-Sync，然后呢我就搭乘那个机场大巴，就是 Havast，然后就从机场，然后一路到苏丹纳美，
这一站。然后呢，我是搭乘11号线，所以就是直接到这个清真寺这样。票价的话，我因为是在网络上买的，所以就是315里拉这样，还蛮便宜的。然后我住的地方也是刚好在附近，大概走路6-7分钟左右就到了，还蛮快的。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咯。蓝色清真寺，这座与圣索菲亚大教堂隔街对望的建筑是奥斯曼建筑艺术的巅峰。当你步入其中，视觉会瞬间被大殿内镶嵌超过2万片手工绘制的伊兹尼克瓷砖所虏获。在200多扇花窗洒落的自然光影下，这些缀满郁金香与百合纹样的瓷砖，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的幽兰，仿佛将天堂的色彩定格在凡间的砖瓦之间。这正是它蓝色清真寺美名的由来。当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那一刻，不但只是走进一栋建筑，而是走进一段被时间反复改写的文明。它诞生于西元537年，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命令下完成。曾经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教堂，长达将近1000年。抬头看这个巨大的圆顶，你会发现它不像一般的建筑那样沉重，反而像是悬浮在空中。这种结构在当时几乎是颠覆物理直觉的存在，但真正让它伟大的不只是工程，而是它的命运。同一个空间里，你可以同时看到基督教的马赛克神像与伊斯兰的书法圆牌，两种文明没有被抹去，而是叠加在一起。这里没有单一的信仰，只有历史留下的痕迹。这座空间静静地见证着文明如何彼此交汇、冲突，然后重叠。逛完蓝色清真寺之后，然后又去逛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因为套票有一起，所以还去了历史博物馆。然后它历史博物馆很有趣的是，它是用动画方式去呈现就他们的历史样貌。然后呢，接下来一站我要去多尔马赫切宫，我是要从斯塔纳门搭 T1 的车，然后到卡巴塔斯，走路大概没几分钟就到了。然后沿途经过海边，所以来想说带大家看一下。We feel it all unfolding. Into the morning we'll take flight. It doesn't matter where we're going. This time is ours, and this is where we start. Right now we know the ground we're standing on is right where we belong. This feeling that we found, it's clear to see that you and m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好，逛完之后还蛮多感想的，因为像皇宫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形式。然后里面的装潢是真的超漂亮，不管是它上面的壁画，就是天花板的壁画，或者是它就是门啊，或者是大理石的雕刻，我会觉得哇，
整个是让人叹为观止，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而且很少有机会可以就是亲眼看到就是以前皇宫的样子，这样有点没办法想象要花多少时间、精力跟钱，然后才能达到这样的就是成品这样。对，所以真的是刚才脑中闪现很多画面这样。对，然后它的雕刻又非常精致，尤其是天花板啊，就是一些壁画，我会觉得哇，真的是很细致。然后有些真的是很像那种就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图案这样，我觉得哇，太让人惊艳了。那接下来就准备回去，然后晚上的话还有那个游艇这样，然后一个人吃晚餐。但因为今天其实天气有点小下雨，所以其实不确定风景会不会是好的这样，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It's right where we belong. This feeling that we found, it's clear to see. Oh, the ground we're standing on is right where we belong. This feeling that we found, it's clear to see that you and m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It's clear to se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Yeah, you and m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晚上呢，我预约一个海峡晚餐游船跟表演这样，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蛮期待的，因为它除了晚餐之外，然后还有很多表演这样，所以目前就在等车来。然后因为今天其实傍晚的时候天气其实没有很好，然后也有下雨这样，但目前现在雨是停了，就现在希望是可以看到不错的风景跟表演。This time is ours, and this is where we start. Right now, we know the ground we're standing on is right where we belong. This feeling that we found, it's clear to see that you and m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It's clear to se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Yeah, you and me,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now. We're ready for anything. The ground we're standing on is right where we belong. This feeling that we found. 真的是蛮奇妙的一个音乐感。那刚才看了很多表演，然后包括在肚皮舞的时候，我自己也被拱上去，就拉上去的，我还有点不习惯，对，因为距离有点太近嘛，然后又是算是第一次肚皮舞互动这样，旁边的那个姐姐就一直怂恿我上去这样，说体验看看，3小费之类的，所以我后来就出来稍微静一下，消耗掉太多能量，但我觉得还不错，是蛮有趣的体验，算是认识到，不管是今天，就是因为像这2天，其实路上的人其实都会搭讪啊什么的，说你哪里来，然后聊一些不同国家的特色这样，对，然后也是强迫自己用大量的英文，就是强迫你用英文沟通这样，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这边的人其实真的都还蛮好的，我觉得都还蛮友善，都会分享很多他们国家的知识啊，或者什么文化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体验。好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第3天搭上邮轮，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慢慢前进，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风景在两侧流动，时间也跟着变得很柔软。日落的时候特别美，整个世界变成一种温暖的颜色。晚上我走到了一间叫做凯瑟卡巴塔斯的小店，是一家有猫、有点摄影氛围的小餐馆。我自己很喜欢，点了一份培根汉堡套餐，简单但很满足。吃完之后就前往奥特格尔，准备搭夜车前往格雷梅。经过1夜的长途跋涉之后，达成了夜间巴士。大概从昨天晚上9点半到现在早上9点半，12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还有 delay 啦。对，终于抵达了。我准备先要来去 check in 今天晚上的酒店，叫做文化遗产酒店这样。然后它看起来就像是洞穴酒店。蛮酷的，所以我自己也蛮想亲眼看看的。因为这边真的蛮漂亮的，很有历史遗迹的感觉。好的。抵达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了。今天住宿地方是在格雷梅市区里面，然后叫做文化遗产酒店，一个晚上是1277台币这样。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还不错，因为其实还有窗户啊什么的，然后这边的离市区就真的很近很近。我搭夜间巴士来的时候，只有大概走路6分钟左右就到，其实超级近的这样。然后我今天早上有预约骆驼的骑行，就是等一下11点的时候，然后晚上的话有那个就是表演活动，然后吃晚餐，然后明天早上就是有预约了热气球，我很期待，但是真的不太确定，因为今天其实天气是很好，是有飞的，但明天的话，我看天气预报是显示就是有点带雨的成分，但雨的话就不能飞，所以我自己有点担心。然后我那时候预约热气球是65欧这样，然后其他时间我就会在这边附近绕一绕，然后去想看的景点。先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对，因为昨天其实我早上有飞那个空拍机，结果因为我看那时候天气很好，然后我其实也蛮顺利，然后其实就很空旷的地方，结果我飞空拍机上去，然后过没多久吧，它讯号就直接突然的断掉，然后就失联了，然后就不见了，因为在海上，然后它就直接消失这样。对，然后它是直接显示连线中断，然后就直接掰。对，它没有任何的，就是我即使套对档也没有用。对，所以我昨天后来就在处理说，就是先赶快跟官方讲说发生事情再回报。对，但我幸好是有保他的 DJI Care， 所以是还好。对，但是就觉得好可惜，因为我第一天，因为刚好昨天算是天气蛮好的一天，然后才顺利，就是希望可以起飞，然后就没多久就没了。对，唉，真的是，不然我其实真的蛮想飞看，就其他的地方的，因为像格雷梅啊，像卡什都是很棒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好可惜哦，算是一个遗憾嘛。上次是手机掉，然后这一次是那个
空拍机讯号丢失的。对，但我已经能做的都做了。后来我就在市区里面去绕一绕，然后去想拍的地方拍照这样。对，然后接着晚上的时候，我就到了就是 Autogar， 就是他们的算是夜间巴士的一个小区这样。对，然后那边就是各家的夜间巴士厂商超级多，就是大概是2条街这样吧。然后就是有到土耳其的各个地方。然后我事先有预定在 Oblets 上面有预定 Camden Coke 的夜间巴士这样。然后它还不错的是，它至少有充电头，然后有那个 USB， 但它 USB 是坏的。对，然后中间还有吃的啦。它其实应该7点多就要到了，但是可能是因为雾的关系或什么的，所以就是有点 delay 这样。但幸好行程是及时赶上。好，那现在来带大家开箱一下今天的房间。其实这些房间还算蛮小的，但是基本上能有的都有这样，然后也蛮漂亮的。给大家看一下，一进来呢，这里左边就是厕所，干湿分离的厕所。洗发露、沐浴乳之类的，对，然后吹风机、镜子。接下来就是床的地方。首先呢，这灯，然后衣柜、床头柜，然后双人床跟窗帘。电视。好，那我们就准备我就收拾一下，然后洗漱一下，然后等下就准备去骑骆驼，等下出发。
好的，刚骑完骆驼，其实哇感触很大哎，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一次骑骆驼了，然后一方面觉得哇，刚才听他们说，我才知道，就是他们骆驼已经有一点岁数这样，所以就走起来就会有点虽然慢，然后一跛一跛这样，然后我看到就有点心疼。虽然格雷梅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就随处你都觉得可以看到自然景观的那种壮丽，我觉得蛮厉害的。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前往那个格雷梅露天博物馆，然后跟它的旁边的 Dark Church 这样。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其实才走路大概20分钟，所以我就慢慢走过去这样。然后等下参观完这2个之后，想要去看一下日落，因为刚刚就在我骑骆驼的时候，然后收到他们通知说，明天的热气球取消了。对，但今天骑天气真的超好，因为明天就是有几率会下雨，所以他们就是为了全部安全，所以因为他们叫他们每天都管制165克，所以就是明天就没办法飞。但因为我接着后天我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也就是飞不到。希望埃及的时候能够飞到热气球，因为这边真的是蛮漂亮的，算是一个梦想清单嘛。对，好了，其实很快，我这样走一走就到了。来到卡帕，一定会去的就是格雷梅露天博物馆。这里藏在山谷之中，有30多座岩石洞穴教堂，整个区域就像一座刻在岩石里的修道院，是卡帕地区中心的一座修道院建筑群，也是土耳其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成为基督教艺术与文化的重要见证。这些教堂最早可以追溯到4世纪，当时的东正教徒为了信仰，在坚硬的岩壁中一点一点凿出空间，把这里变成可以栖身、祈祷的地方。公元9世纪之后，为了躲避穆斯林追杀的基督徒们藏匿于此，为着信仰，在奇石地形之间开凿出一座座教堂。走进洞穴里，其实会有点惊讶。里面的结构依然是完整的教堂形式，有穹顶，有十字平面，墙上的壁画是这里最珍贵的存在，大多描绘着圣经故事，是在石灰还湿润的时候，用调好的颜料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远，难以被外界发现，使得这些宗教壁画在8至9世纪的圣上破坏运动中得以保存，成为今日仍然可供后人欣赏的珍贵艺术遗产。
刚看完了露天博物馆，格雷梅露天博物馆，然后它真的很棒，因为不管是那个洞穴，我觉得惟妙惟肖，就是很细致之外，然后呢，它里面的壁画，因为就是在讲10到12世纪的拜占庭的绘画，这样里面有绘画耶稣的生平，很细致，然后又很有细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门票的话是20欧，然后大概是台币700多块这样。对，但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超级推荐，我个人很喜欢那个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去那个看日落的那个 points 这样。对，今天日落应该会蛮漂亮的，因为天气真的很好，因为走路其实很快，大概20几分钟这样。对。欢迎来到格雷梅的夕阳 Point。赞吧！今天差不多告一段落。其实我还蛮喜欢格雷梅的，因为格雷梅的魅力其实真的蛮大的。不管是这边一切的氛围或什么的，我自己都很喜欢。就是人也不会很多，然后那个氛围又是我超喜欢的。其实这2天因为有 Klook 的 pass， 然后有表演嘛，其实参加表演我自己都有点觉得害羞，是因为就是我自己不太习惯很热闹的场合。然后呢，他们就是一直准备着表演。当然能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人要同样一直换服装，然后表演好几次。只是我自己还没办法这么坦然的接受这么的场合。但除此之外，其他我都觉得很棒。既然整体我都觉得还不错，因为去了很多地方，骑骆驼，然后还去了露天博物馆，然后晚上又看表演、吃东西这样，然后吃得蛮饱的。今天刚好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表演完已经晚上11点40几了。对，然后刚好今天是圣诞节，所以祝大家圣诞快乐。
早安啊！今天是12月26，然后也是格雷梅的第2天。一早的话，现在早上8点半而已，然后就早上来吃他们早餐。然后是上到他们顶楼这边，风景超级好。只是这两天有一点雾嘛，所以今天早上就没办法飞热气球。所以我今天打算就是大家去阿瓦洛斯看一下，就他们陶瓷小镇，我觉得还蛮有名的，所以我蛮想去看一下的。不得不说，这边真的蛮漂亮的，虽然有点小小可惜，但这边的不管是氛围或者是人的热情，我都觉得很棒，蛮难忘的。我觉得跟在布达佩斯有一点差不多感觉，蛮喜欢的。阿法诺斯是一个生活感十足的小镇，由内夫谢希尔省负责管辖，以手工陶瓷闻名。阿瓦诺斯山脉红河的河床是制作陶器所需土壤的来源，河水里富含的红土成为制陶的天然材料，使这里出产的陶器具有独特的红褐色光泽，让每一件作品都有一点温度的颜色。因为陶瓷业起家，街上许多小店贩售陶瓷作品，观光客不如其他城镇多。镇上还有古老的清真寺、整修中的浴场，但整体来说，街道很安静，生活的痕迹比景点更明显。Dimensional design like this. My shop, Sedan shop. Where are you from? 台湾 Taiwan. I am artist. handmade. Yes, and I make more colorful, more detail. And only one. This is All of it. only one. Ah. Hand painting for hanging. All you made. No, I have 3 shop and 25 workers. Ladies painting. Oh. Only me, my brother, not possible. 25, 30 person made and cooking. So you are the boss. I am 5 generation here. Yes. Wholesaler. Ah. Also, my price for every visitor same. For example, these things 200 lira for you, for Chinese, for American, for same. But other place they buy sell for 3 time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Okay.刚从阿瓦洛斯就是逛完街，小逛一下，因为它其实主路线其实大概就1-2条街，所以其实很快就能看完。跟大家分享，我刚才买了一些伴手礼，是大概3个吧，然后其中一个是画，然后它是晚上是可以直接发亮的，超酷。然后它的画是关于那个耶稣的画的绘画这样，对。然后另外2个盘子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它就是真的是用手绘上去的，很酷。
所以我就买了，然后想说送给朋友这样。逛完之后，我就想说来到一个另外一边的地方来看它的陶艺博物馆，叫做 Grey Museum 这样。对吧？我们进去看看，因为听说里面有非常多的陶艺工艺品，其实在这边闻名的就是它的陶艺品这样。Swear I put up a good fight. Would it rest neither day or night? I won't let you go. Changes everything. It changes everything. 我刚看完了，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不管是它的工艺品，或者是它的绘画，我觉得都还蛮符合我喜欢的审美这样。对，然后尤其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雕塑品，它是一个人，然后绑着地球，哇，我这个感触超深的。我们人好像就一直被困在地球上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我们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感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好像都一直都是在这个地球上这样。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有困扰或者是什么情绪，其实也都是在因为这个地球，或是因为这些人而产生的这样。对，我自己是蛮有感触的，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它的就是有点破裂的板砖嘛，我好喜欢。对，它是有一个人头，然后有点是割裂掉，但它旁边都是符号这样。哇，我自己是蛮爱的。对，算是我蛮喜欢的艺术品这样。然后里面其实有蛮多绘画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不得不说，我其实像就是阿尔瓦洛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就是很慢步调的，甚至他这边的人比格雷梅还要再少，然后又更清闲、更慢步调，就是有点像是很喜欢那种小镇的那种感觉，乡下小镇的那种感觉，对，很适合那种就是退休生活、度假的那种感觉，推荐给大家，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再小逛一下，然后回格雷梅，然后搭车前往安塔利亚，然后再到卡什。卡什也是我一个非常期待的地方，因为就是听说海很蓝，很漂亮，然后也很慢步调，我自己很爱。我自己之前看那个照片、影片，我都觉得很爱的。对，希望会是不错的收获。好了，那我们就下一站见喽。